就包括有一些正面的一些灵体，它肯定也是努力的在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做好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小的选择，在我们心中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害的就 OK 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人不清楚、不了解，然后在一个混沌的状态中做出了很多对我们自身非常有害的决定。对对，还有就是我想对观众说的就是要谨记，就是大卫艾克告诉我们的那句话，就是我们要聚焦我们的能量在正面积极的方面，不要就是把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都陷入到那些阴暗面了。我们去探索阴暗面是为了寻找真相，当我们知道了真相，找到了真相的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回归我们的生活，去改变我们当下的现实。对，就是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这个真相的世界里面它是有黑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要重新把这个专注力给它回归于我们自己内心积极的方面上面，然后拥抱热爱我们这个生活。对，就是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黑暗面，因为如果我们连面对都不敢的话，那在谈何改变，或者说去拯救我们自己呢？我们做任何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面对它，直面它，然后再用我们的行动去改变它，让它变成我们希望的样子。我希望我们的世界未来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可以变成一个拥有更多快乐、轻松和幸福的地方。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做的这些选择，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所做的选择，一点一点的让我们这个世界走向不同的道路。你做了好的选择，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你做了有爱的选择，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向充满爱的方向去发展。你做的是负面的选择，毁灭的选择，我们这个世界就只会往那个更消极、更堕落的方向前进一步。所以重点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出选择，我们自己每天做的每一件小事，我们需要用心的去对待它，而不是总是三心二意，总是粗枝大叶的去处理我们本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世界给推翻，不是这样的。我们最重要的是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去扩展我们行动的边界，我们语言的边界，我们声音的边界，我们勇气的边界。我相信就是人与人，我相信爱的传递它永远比这个痛苦，比这些憎恨要传递的快很多。只要我们有1%或者是1/1000的人选择了爱，我相信这个爱它就会像瘟疫一样感染更多的人，类似于蝴蝶效应，我们可以掀起一场爱的飓风。对对对，改变这个世界。那你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现在的有没有什么一些名人啊，他是那种就是比较爱的状态？有啊，就比如说很知名的那个迈克尔·杰克逊啊，他其实就一直非常有爱的歌曲啊。他的歌曲其实有一部分是非常撒旦的，
但是也有很多的歌曲是充满爱的，充满关怀的。对，再比如说像刘德华呀，他拍了很多电影，他其实就是在引导人们向善了，走向互相关爱、有道德、有素质的一个世界。他没有说是为了这些名利去放弃自己的底线。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观察一个人的行为，或者去观察一个人他的本质的话，其实我们需要付出很多心血，付出很多的努力的，付出很多的注意力。这其实也是一种偷懒吧，我们偷的懒最后都害了我们自己。就是孔子说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观其行是最重要的，听其言听不听其实都无所谓。对，所以现在西方年轻人其实信教的也不多了，30%吧。但印度人的话，他70%都信印度教，所以印度苦难也很多啊。印度的这种阶级压迫是最严重的，我感觉。但我觉得印度人相对来说要放松一些。不过我后来跟他说的话，他们也有压力。他那个种姓制度啊，有一部分原因是西方，是当时英国殖民的时候，殖民他的时候，他为了就是宣扬英国的那种优越感嘛，他拉一个踩一个，他就过度的去放大它。你要说他那个丑恶的话，就是宗教界的那个丑恶，我接触过有一些宗教界的人士，我觉得目前还没有看到太丑恶的。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信和不信，大部分都是凡人而已，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没有接触到那么高层你要说他去就是相当于挪用那个捐款或者说他去做一些那些肮脏的事情，我想说一下，就是你要说爱尔兰他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神父的话，你要说肮脏也有可能可能1/1000吧，后来被媒体放大，结果导致天主教现在在爱尔兰年轻人当中彻底的失去了公信力，包括教皇去那年去来访问爱尔兰的时候，还有人去朝他身上扔臭鸡蛋，就是罗马教皇。对，但是这个我就还想到了，就前面那个了凡四训的时候，他不断的你要去看，他就是不断的说我们要那个谦卑。他之所以他孩子就是那本书准备写下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父亲嘛，看到他孩子去参加那个科举然后第1年没有考上，然后回来之后直接主考官有眼不识泰山，他居然连我那么牛的人才他都有眼无珠呢，不录取我。结果他父亲他写那个书的本质就是为了去让那孩子去放下那些愤怒那些低冷的情绪，然后来获得自己的谦卑，来变得谦卑。但是前段时间我又反思了，我想到你说到了就是虚心使人退步，有的时候我反正还是很矛盾吧，我不知道就是到底是说你说面对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谦卑更好呢，还是说我们自信骄傲一些？就是之前我有跟你聊到说虚心使人退步，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我们高中老师他在课堂上的一个口头禅。他说这句话他是有前提的，他是觉得我们这些学生呢太内向了，就是课堂非常的不活跃，就导致学习效果很差，所以他希望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自信一点，勇敢一点，去发言，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去跟老师去讨论这个知识，去分析难题，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进步的更快，学得更好。
就是你怎么来看待虚心的话，我觉得虚心的话就是你首先要识人嘛。如果你连识人都做不到，你虚心其实就是在浪费你的精力和时间嘛。就是如果一个人你不加任何辨别，你就非常的虚心，然后你跟他请教一大堆，其实他跟你说的一大堆可能不仅一点用处没有，可能会起到一些反作用。就是你首先要学会识人，就是你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最开始其实你只需要保持基本的尊重就行了。虚心的话，我们当然是就是给别人更多的倾听，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就是你得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把控，就是不能让它完全走向一个极端了。就像有时候你有自己的不同意见，比如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反驳的意见，但是因为你太虚心了，你就不表达，对不对？但其实他对你没好处，你表达出来反而可能对他也有好处，对你也有好处。咱们还可以把这个认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对，所以就是有一说一啊，印度人他就很爱表达，他不怕丢脸，不怕那个出洋相。像有一些在硅谷的那些会议，包括就是在这边开会，那你要说最后问你还有什么问题，那最后一般中国人通常都比较害羞嘛，但是问问题的都是一些印度人，而且好像他看上去很蠢很离谱的问题，他也开始问。对，然后我还想到了，就是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然后就是面试了一堆公司嘛，都被拒了，甚至说还有的面试官他拒我们的时候，他是就是很粗鲁的那种态度啊。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有两种能量，就是脑海里面有两个声音，第一个声音是告诉我君子报仇10年不晚吧。好，然后第二个声音呢就是虚心，那是我的能力不够，我要再去刷一些题，再去好好的去准备。那你觉得就是哪一种心态更好一些？我觉得就是你面试一家公司，它其实就跟你找对象一样的，就是不一定是你的能力不够，可能只是因为你们俩性格不合。就是公司跟员工他之间是有一个匹配的过程，他肯定不能说是你去找工作，他马上就能够给你匹配一个心仪的，完全就能匹配得上，就跟你找对象一样，你可能跟很多异性接触，你都觉得跟你不能达到就是恋人的那种程度，或者说是相伴一生的程度。我觉得就是只要保持彼此互相尊重就行了，他尊重你，你也尊重他。如果公司他对你的很多言语他是非常难听或者不尊重的，那么你也可以不尊重他，你可以在当下就回击他，因为你们俩其实都是自由身，都是公平的，不是说我就是非得跟他去签这个合同，去签这个协议。如果我们俩本身就不合，或者说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职位，没有那么匹配，你就跟他达成了这个就业协议，或者跟他签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对你是有害的，对他也是有害的。对，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及时止损。对，而且就是对，就是你得，一个是你要足够的去做这些功课，去了解这个公司，然后同时你也要做功课去了解你自己，然后你再去判断一下，你觉得你跟他的相合程度，然后他也有他的判断，他也对你做了功课，他也对自己也做了功课，然后至于最后能不能就是走在一起，就是或者一起合作，这个就是也是要看缘分的，就是可能
你真的很适合这家公司，但是你面试的时候就是遇到了一个可能比较有性情、有自己取向的 HR， 他可能觉得你某个单一的要素不满足他个人的心理需求，他就不会录取你。对对，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对，我之前就有位朋友嘛，他跟我说，他说他去找工作，然后很多公司最后都把他放到那个就是等待清单当中，说你回去等着吧。然后他说他不知所措。后来他问我怎么办，我就对他说了，我说就是假设你去找对象哈，然后呢你更看重的是那个女孩子啊，但是那个女孩子好像不太确定，也是不是喜欢你，然后同时又有另外几个女孩子她喜欢你，但是她们的条件跟第一个女孩子比好像要低了那么一点点。那你会怎么做？你肯定会告诉那几个女孩，你说我现在还在考虑一下，还没有想好，然后你把你所有的精力去看能不能把第一个女孩子给她追上。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如果我们成了第二梯队的女孩子，那我们应该做什么？真的是去等着吗？根本就不是，接着再去投简历，再去找呀，对不对？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告诉我他终于找到工作了。然后我还想到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前面提到了那个，就是有害的决定还有哪些啊？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你的那个同学还是朋友，他可能面临要不要辞职去他对象所在的城市换工作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决定，就是我们并不是听别人去做出这些决定，就是不是说啊我随便找几个人问一下，或者说是我在互联网上搜一下，然后我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而是需要我们真的静下心去询问我们内心，去拷问我们自己，做出最符合我们自己内心的决定，就是不要去做一些违心的决定，不要草率的去做决定。就比如说你大学读什么专业，它其实真的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特别多，不说影响你一生的话，但是它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抉择。但很多时候我们处在高中那个年龄段，我们可能整个人都是懵逼的状态，就是对这些复杂的东西一点都不了解，然后自己也没有任何的见解，也没有任何的主观能动性，完全就是听身边的老师同学或者说是父母他们的一些建议，我们自己的见解或者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不足以构建一个自我判断，这种时候就很容易做出错误抉择。当然这个其实错误的抉择我们每天都在做，但其实也是要就是正面的去看待它，就是把这些东西要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一面。对的，要以积极的心态去看。但是你前面说的听从自己的内心呢，这个我想补充一下，就我举个例子吧。之前就是我们我们在爱尔兰这边读硕士的时候，然后要去选课嘛，有一些选修课，其实那里面是一个大坑啊，对吧？然后呢，就是遇到有一个学生嘛，他会想到，哎，我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啊，我去选择，所以他会先选择去把每一个课都给旁听一遍，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那个心声吧，他选择去选什么课啊。但是最后他挂了很多啊，而且你就那么旁听一两期的话，那也是那个能力有限啊。当然他这样他比有一些人高多了嘛，有一些人他去问他高中老师，或者问他大学老师，或者问他周围的那些人，哎，我该选什么课？你说人家他哪知道这里每个学校的，尤其到了研究生的那个阶段，他的课程细分的程度都很大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些比较那个，你可以说聪明的一些学生嘛，他会去找他上一届的学长
啊，然后一起吃个饭的时候去讨论，哎，我们要选什么，然后他们会告诉你，哎，那个课的老师啊，他给分给的很低，而且他去年挂科挂了很多学生，然后这一课的话，你选这一门课的话，他那个你分数会比较高啊，你那个保险系数要高一些，然后你选那门课的话，你可能会学到某一些方面的知识啊，所以那这不就相当于是那种效率比较高的状态嘛，所以也就是《孙子兵法》里面他说到说那个知己知彼。啊，有时候你要就是比如说选课的时候，那还是说得鼓起勇气嘛，去找到上一届就是跟他相关的一些人，包括是说去面试一个单位的时候，在那之前，如果是说能够，就是能够打听到，哎，有什么人在那个单位里面工作，那可以去问一下嘛，啊，那他可能面试会面到什么东西啊，然后他要那个工作一开始的时候要注意哪几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效率稍微高一点的方式。对，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寻求有经验的人的帮助，然后，但是最后做决定的是仍然是你自己嘛，就是最后是要你自己来拍板的。你对这些人他能给你提供帮助的这种限度，你也是有一个认识的嘛。对。其实想要提升自己做选择的能力，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个终身培养的事情。啊，就是做决策的这个能力。对对，你要一个是你首先要敢于自己做决策，二一个是就是你就算做错了决策，你要学会反思，学会去立刻的去修正，你要去总结经验，一点一点的去提升你的这个决策能力。就是它不是说凭脑子空洞的去想出来，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综合分析的东西。当然最后我们拍板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可能说是去做一个非常详尽的决策分析报告，那可能就只是当下的知觉，当下的一个综合判断。但其实这些信息它也是蛮依赖于你自身的这种经验的，就是有经验和没有经验，有这个做决策的这种能力的人，他们之间还是差蛮多的。你是说那个经验，还是说那个做决策能力的经验？就是做决策的经验，就是很多我们中国的小孩从小到大，很多重要的决策都是老师、父母来帮你完成的，你也没有这种信心或者说自信或者冒险的这种精神。但其实我们就是要试错啊，我们不试错，我们哪来的成长呢？对，我之前就听说就是有一家公司嘛，就是遇到了一些新人嘛，他会把新人就是在那个前面试用期的那么几个月，就是不同的那个岗位、不同的部门，相当于轮流去，相当于轮做一下，然后最后让他自己来决定，哎，你觉得你更适合是做哪一个部门的工作，然后你就去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对，现在很多企业和组织都在向这个方向，因为他们知道，上级安排的往往不是最合适的，就是往往这个员工他自己来做选择，他选择的往往是最合适，也最能够提高他的工作产出和效率的。那最后就是，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我想补充的就是，咱们刚才聊了很多那种比较负面的东西，就是，你到时候处理一下，不要一股脑的全发上去了。对，是你说宗教方面的，还是说蜥蜴人方面的？对，就蜥蜴人、宗教的可能都有一些吧，包括政治上的。对，或者就是各行各业的有没有什么代表，他是那种就是比较爱的状态？有啊，再比如说像胖东来啊，胖东来的 CEO 于东来，他放弃自己的
那些利益，把它分给底下的员工，同时他用自己的品德去构建一个良好的组织形态，去构建一个充满爱、充满关怀、充满透明的组织形态，他就给我们很多人打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啊。并不是说他的施舍才有了这个有爱的企业，不是这样的，而是他用他的影响力，从一个小商店一点一点的汇聚更多的爱，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充满爱的组织。我相信就是只要相信爱的人比这个相信恨的人多，我们这个世界就会走向更轻松、快乐、幸福的时代。对对对，然后我再最后补充一下了，就是我们爱刘德华，爱迈克尔·杰克逊，对吧？我们那个敬仰他的那些优秀的品质，其实本质上是爱我们自己，我们希望能够也拥有那些优秀的品质，而一旦是我们起心动念的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拥有了。所以呢，就是与其是说就是把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对外寻求的那些渴望嘛，投射到他们身上，就刘德华呀、迈克尔·杰克逊啊，他跟我们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自己有了这个起心动念的想法之后，我们其实已经就是我们所渴求的这些充满爱的存在了。对，然后最后这一期非常非常感谢你聊那么多，然后后面的话我好好的去剪辑，我努力的去剪辑，对，努力的去把它这个视频弄的。反正不着急嘛，你慢慢剪嘛，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照顾好自己，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对对，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